古巴导弹危机，人类最接近末日的13天，一只脚踏进地狱的13天。想要了解这场危机，就得先了解古巴这个国家。古巴是一个位于美国东南岸的一个岛国，距离美国只有100多公里。这里的原住民和美国老早以前的一样，都是印第安人。后来古巴被西班牙所殖民，原住民几乎被屠戮殆尽。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美国打败了西班牙，从西班牙手中接管了古巴，通过普拉特修正案将它变成了名义上独立，实际上被美国操控的保护国。1933年，美国扶植起了军阀巴蒂斯塔，在古巴实行军政府统治，从此古巴彻底沦为了美国的提款机。但后来革命爆发了。1959年元旦，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领导革命，推翻了巴蒂斯塔政权。我们都知道，古巴是西半球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在一开始，卡斯特罗对社会主义并不感冒，他只是想搞好自己的国家。为了建设国家，他开始实行一系列和美国对着干的政策，比如说推行土地改革，将美国联合国品公司等外资企业的150万公顷土地收归国有。很显然，这侵犯了美国的利益。之后，美国开始对古巴实行高强度的制裁。当时古巴的支柱产业是制糖业，美国就针对性的削减古巴蔗糖进口。后来他们觉得还不解气，就搞起了武器禁运，甚至在1961年派出了1500名雇佣军，策划了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猪湾事变。只不过这场事变以滑稽的方式失败了，还被卡斯特罗称为帝国主义最愚蠢的行动。在这之后，美国把古巴孤立在了自己的体系之外。可世界上不只有美国，在美国的步步紧逼下，古巴自然而然地倒向了另一个大国苏联。1961年4月，卡斯特罗公开宣布，古巴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明确认同马克思列宁主义。1965年，古巴统一革命组织改组为古巴共产党，自此古巴开始融入苏联体系。而苏联呢，则全面帮扶古巴，将其纳入了自己的京沪会，对他的蔗糖买。除了将其纳入自己的京沪会，对他的蔗糖买以外，还来古巴设置了导弹发射基地。这里要强调的是，苏联的这一手是为了反制美国在自己家门口的土耳其布置的导弹系统，但他肯定不能明着来啊，所以就声称这么做是为了保卫古巴的安全。1962年10月14日，美国的 U-2侦察机在古巴的圣克里斯托瓦尔地区侦察时，拍到了正在建设中的中程弹道导弹发射场的确凿照片。古巴导弹危机由此开始。古巴离美国最近只有100多公里，苏联的导弹几乎可以覆盖整个美国东部，也包括美国首都华盛顿，更不要说这些导弹都还带着核弹头，这让美国人非常惶恐。10月16日，时任美国总统的肯尼迪召开了国家安全执行委员会，国防部长、中情局长等美国军方高层悉数到场。会上，他们从软到硬分别提出了4种方案，可以总结为：哭，到联合国去投诉；谈，向苏联发去外交干涉；锁，封锁古巴海域；打，摧毁导弹基地。当时正值美苏冷战的白热化阶段，而在场有不少官员都是强硬的鹰派，他们都主张先发制人，直接摧毁古巴的导弹基地。但肯尼迪却力排众议，否决了打的提议，而是决定做好弹和锁两手准备。第二天，肯尼迪就会见了苏联外长格罗米科。格罗米科表示，苏联部署这些武器都是防御性质的，而这正是美国人最担心的问题。你嘴上说是防御性质，但等到真的部署完成，要防御还是要进攻，那不就是你一句话的事儿吗？美国将毫无主动性可言。因此，肯尼迪决定展现强硬的一面。第二天，肯尼迪发表电视讲话，向全世界公布了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事实，并且宣布美国将封锁古巴。不过他用的词是火药味没那么重的隔离，但他同时也警告，任何对美国船只或者领土的攻击都会被视作对美国的全面进攻，美国将予以全面回应。同时下令美国大西洋舰队准备实行封锁，美国进入了3级戒备状态。23日，赫鲁晓夫言辞激烈地表示不会接受美国的封锁，并表示如果美国入侵古巴，苏联会予以激烈回应。同一天，美国大西洋舰队包括8艘航母、12艘驱逐舰在内的183艘舰艇倾巢而出，在古巴180海里外拉起了一道封锁线，正式封锁古巴。同时，美苏两国的全球军队也进入了战备状态，尤其是美国开启了2级戒备，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次2级戒备，这意味着全球部队能在6小时内做好战斗准备，仅次于核弹情况下的1级战备。10月24日早晨，苏联几艘货轮突然开始向美国设置的封锁线开去，当时在水面下的是跟进的苏联潜艇。面对他们的一步步紧逼，美国人一再警告，这当然不是因为美国人讲武德，而是因为美国舰队没有总统的命令，不能贸然开火，他们只能是警告。到了中午，苏联的货轮却突然停了下来，没有再往前一步。站在古巴的苏联导弹却已经进入了发射程序，瞄准了美军的侦察机，随时可以发射。10月25日，双方闹到了联合国，美国展示了苏联部署导弹基地的照片，与苏联大使当庭对峙。同时，美国还第一次拦截了一艘开往古巴的货轮，只是这艘货轮既不是苏联货轮，更没有违禁武器，所以美国只能放行了事。10月26日，肯尼迪收到了赫鲁晓夫发来的一封长信，
虽然很长，但措辞却非常柔和，只提出了一个要求：只要美国做出不入侵古巴的保证，苏联就会撤回导弹。这封信让美国人一度以为是假的，里面的措辞和那个皮鞋敲桌子的暴躁苏联老头的形象完全对不上。不过美国人还是选择相信，毕竟出现了外交解决的希望。可是时间来到第二天10月27日，形势却急转直下。1947年，芝加哥大学设立了一块末日时钟，它代表人类和核大战之间的距离。如果末日时钟来到12点，那就代表核大战爆发了。而如果要问末日时钟什么时候走到过23点59分59秒的话，那就是1962年10月27日这一天。得知消息后，美国国防部暴怒不已，他们直接拟好了作战方案交给肯尼迪，要求立刻入侵古巴，扫平导弹基地。万幸的是，肯尼迪再次顶住了压力，否决了诉诸武力的方案。但就在这一天，另一艘 U2 飞机却差点惹出大祸。原本美国飞行员查尔斯·莫尔茨比驾驶 U2 侦察机打算从阿拉斯加起飞，去北极收集核试验的数据，结果却因为导航设备故障和极地强磁场的干扰，他误入了苏联楚科奇半岛的领空。苏联见状立刻派出飞机拦截，而美国为了支援该机，又紧急派出了2架携带核弹头的 F-102 战斗机升空。不过苏联战斗机在拦截过程中没有开火，而美国方面则是坚持着没有总统命令不得开火的原则，也保持了克制。如此一来，双方就在白令海峡上形成了对峙。相比于空中，更加惊心动魄的故事发生在水下。当时苏联的一艘 B-59 潜艇在古巴附近水域已经下潜了1个星期了。由于长时间的下潜，舱内的氧气含量骤降到 10% 以下，二氧化碳浓度超标5倍，温度也飙升到了50摄氏度以上，全体官兵的生理心理都到达了极限。这时美国的驱逐舰发现了他们，按照惯例，美国扔下了2颗训练用的深水炸弹，以提醒他们上浮接受检查。这种深水炸弹的威力很小，并不会造成什么实际性的伤害，但它们噪音很大，这就导致潜艇官兵以为自己遭到了攻击。当时苏联潜艇收到的命令是，如果确认自己被攻击且无法联系莫斯科的情况下，由舰长、政委、大副3人一致决定，就可以使用核武器。而这种情况现在刚好就发生了，潜艇官兵认为核大战已经开始了，舰长和政委都已经同意使用当量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核鱼雷。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大副阿尔西波夫却没有同意。我们不知道阿尔西波夫经历了怎样的思考，顶住了多大的压力，总之他就是不同意发射鱼雷。好在舰长和政委并没有独断专行，而是听从了阿尔西波夫的一票否决权。当他们的潜艇上浮以后，美国人确实也并未攻击，直接把他们放走了。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阿尔西波夫拯救了人类。然而这一天的悬念还没有结束。这一天，肯尼迪又收到了赫鲁晓夫的第2封信，这一次他的措辞变回了往常的强硬，还提出让美国导弹撤出土耳其的对等要求，这让美国国防部更加破防，这帮老毛子就没想好好谈。他们再次强烈要求肯尼迪开战。当时肯尼迪已经知晓了前面列举的种种事件，这位年轻美国总统面临的压力可能比阿尔西波夫的还要大，但他却再次否决了开战。为了让赫鲁晓夫看到自己的诚意，他还派出了自己的亲弟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秘密会见了苏联大使阿纳托里·多波雷尼，向苏联大使传递了几个信号。第一，时间越来越紧迫了，肯尼迪保不齐什么时候就压不住军方了。第二，美国会公开承诺不入侵古巴。第三，美国会撤走在土耳其的导弹，但这项活动必须是秘密的，明面上不能和古巴导弹危机有任何牵连，不能让世人看出这是一场交易。值得一提的是，肯尼迪还非常狡猾地处理了这2封信。他对于第2封言辞强硬的信就当没有看到，只回复第1封比较柔和的信。实际上，此时的肯尼迪是把希望赌在了赫鲁晓夫身上，赌这位玉米大帝能和自己一样保持冷静。幸运的是，他赌对了。当时的赫鲁晓夫被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六也吓出了一身冷汗。虽然他是个暴脾气，但他也知道分寸，知道核战争没有赢家，打起来谁都没个好。而更重要的是，苏联的导弹无论是数量还是技术上都是不如美国的，而且古巴的发射基地并没有投入实战的能力。再而且，苏联好像没有必要为了一个千里之外的岛国和美国发生正面冲突。因此，当赫鲁晓夫知道肯尼迪提出的条件后，他在28日早上9点宣布拆除古巴导弹基地，并邀请联合国进行监督。他在声明中还特意提到，我们相信美国将遵守不入侵古巴，也不支持任何国家入侵古巴。作为秘密交换，美国承诺不再入侵古巴，并在6个月内撤走了土耳其的导弹。半年后，美国如约撤掉了在土耳其的导弹，只是那时的人们已经淡忘了古巴导弹危机，自然也就没有想到这其实是一场交易。就这样，这场人类最接近毁灭的危机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突然宣告结束了。而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和苏联都没有通知古巴和土耳其，这就导致这2个国家都加深了对自己老大的不信任。可遗憾的是，他们的愤怒甚至无法影响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吃早餐。在这场危机后，美苏双方都意识到了沟通的必要性，于是拉起了克里姆林宫和五角大楼的直联电话，确保两边的领导人能直接无误地进行沟通。
1963年8月，美苏英三国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除地下以外的一切核武器试验。这是冷战时期第一个重要的军控协议，正是由此开始，核武器得到了表面上的遏制。但事实就是，从原子弹被发明出来以后，只有日本被真的轰炸过，世界反而因为核弹的存在变得更和平。人类千百年来对于和平的追求，却因为研发出了威力最大的武器而得到了实现，这是何其的讽刺。而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也包括苏联潜艇的那位阿尔西波夫达，他们作为核弹按钮的实际掌控者，他们都在古巴导弹危机中顶住了巨大压力，都表现出了极强的克制，又在适当的时候果断退让，用自己的冷静把人类从地狱的边缘拉了回来，也给后人打了个样。克制不丢人，意气用事让他人一起陷入灾难的人才丢人。有一句话叫核武器只有放在发射架上才是最有威慑力的，还有一句话叫战争你可以轻易开始它，却无法轻易结束它。大规模的核战争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没有人知道。我希望这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命运。36省的简称省会：黑龙江省，简称黑；省会哈尔滨；吉林省，简称吉；省会长春；辽宁省，简称辽；省会沈阳；河北省，简称冀；省会石家庄；甘肃省，简称甘；省会兰州；青海省，简称青；省会西宁；陕西省，简称陕；省会西安；河南省，简称豫；省会郑州；山东省，简称鲁；省会济南；山西省，简称晋；省会太原；安徽省，简称皖；省会合肥；湖北省，简称鄂；省会武汉；湖南省，简称湘；省会长沙；江苏省，简称苏；省会南京；四川省，简称川；省会成都；贵州省，简称黔；省会贵阳；云南省，简称滇；省会昆明；浙江省，简称浙；省会杭州；江西省，简称赣；省会南昌；广东省，简称粤；省会广州；福建省，简称闽；省会福州；台湾省，简称台；省会台北；海南省，简称琼；省会海口；新疆，简称新；省会乌鲁木齐；内蒙古，简称蒙；省会呼和浩特；宁夏，简称宁；省会银川；广西省，简称贵；省会南宁；西藏，简称藏；省会拉萨；北京市，简称京；省会北京；上海市，简称沪；省会上海；天津市，简称津；省会天津；重庆市，简称渝；省会重庆；香港，简称港；省会香港；澳门，简称澳；省会澳门。你们都是哪里的呢？